美国简报的信息与观点来自美国和国际权威媒体、智库、政府机构与专家，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整理、编辑。刚刚发生的美国重要新闻：美国和盟国在德国会晤时，乌克兰要求获得武器。路透社：乌克兰向盟国施压，要求其提供远程武器、喷气式飞机和弹药，因为美国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增加支持的问题。该国领导层一直在要求更多的力量武器，因为他们准备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对自去年以来一直在入侵的俄罗斯进行预期的反攻。在会议之前，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3.25 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包括 HIMARS 弹药、先进导弹和反坦克地雷。荷兰和丹麦还宣布计划在明年初之前向乌克兰派遣14辆豹2坦克。美国副总统将访问迈阿密，宣布 5.62 亿美元的气候投资。路透社：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将宣布一项 5.62 亿美元的投资，以帮助社区在访问迈阿密时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该投资旨在帮助30个州和地区的149个沿海社区为洪水增加、海平面上升和更强烈的风暴做好准备。该计划将包括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加强社区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能力。恰逢乔拜登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更加关注不伤害社区的环境政策。专栏：美国柴油库存收紧，但对短缺的担忧有所缓解。路透社：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自3月初以来，美国柴油和取暖油等硫分燃料油库存已经耗尽，这主要是由于出口加速。4月14日，6分油库存为 1.12 亿桶，低于3月3日的 1.22 亿桶。自3月初以来，消费和生产增加了类似的数量，但进出口大幅加速，耗尽了库存，因此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库存持续增加。拜登命令扩大环境正义推动力。Axios： 美国总统拜登将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旨在确保联邦决策考虑环境正义，这可以解决贫困和少数族裔社区经常面临的更高污染负担。该命令将指导各机构更好地识别和解决环境数据和科学差距，以确保更好地了解环境影响。自拜登上任以来，联邦机构已被指示将环境正义纳入政策制定，但目前尚不清楚新命令将如何影响具体决定。白宫的其他举措包括今天公布环境正义计分卡。什么造就了举报人？金融时报：最近因涉嫌泄露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高度敏感文件而被捕的初级空军通讯专家杰克·特谢拉 Jack Teixeira 被贴上了泄密者而不是举报人的标签。这位21岁的国民警卫队成员显然是出于兴奋和渴望与在线聊天室分享工作中发现的秘密。特谢拉缺乏原因、计划或辩护与前情报人员爱德华·斯诺登等知名举报人形成鲜明对比。除了动机和计划，斯诺登还有宣言和技术技能。泄密者和举报人之间的区别被寻求获取未经授权数据的新闻机构所忽视。这些材料提供了大量的今日新闻，但是披露信息的人的后果可能很严重。斯诺登在泄露了100万份超机密国家安全局文件后仍留在俄罗斯，而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则被关押在英国，等待引渡到美国。尽管存在这些风险，但来自银行、税务机关和秘密机构等来源的泄密事件仍在继续发生。现在，在线共享信息的便利性被加密通信的新工具所抵消，尽管窃听和监视不仅对民主构成威胁，而且编辑对消息来源匿名的承诺也构成了威胁。拉克兰·默多克 Lachlan Murdoch 放弃对澳大利亚媒体 Cracked 的诽谤案。英国独立报：拉克兰·默多克 Lachlan Murdoch 放弃了对澳大利亚新闻提供商 Cracked 的诽谤诉讼。此前该媒体将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称为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起义中的未被起诉的同谋。此举是在福克斯新闻同意支付 787.5 万美元之后几天。Dominion Voting Systems 提起诽谤诉讼，指控该网络传播与选举有关的阴谋论。默多克的律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他对胜利充满信心，但他的当事人不想在来自另一个司法管辖区的案件中帮助克里基。
Autonomy 创始人麦克·林奇 （Mike Lynch） 输掉了向美国上诉引渡的竞标。金融时报，软件公司 Autonomy 的创始人麦克·林奇 （Mike Lynch） 在反对引渡到美国的法律斗争中失败了。林奇曾希望推翻2021年的一项裁决，该裁决已经得到英国内政大臣的批准，以面对17项指控，包括串谋、进行电汇欺诈和证券欺诈。他在那里面临审判。Autonomy 的前首席财务官 Sarshavan Hussain 于2018年在美国被定罪后正在服刑5年。林奇表示，他将探索进一步的上诉途径，包括欧洲人权法院。鲁珀特·默多克为他的福克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金融时报，福克斯公司 Fox Corporation 董事长鲁珀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 已同意在2020年总统大选后向 Dominion Voting Systems 支付787.5万美元的诽谤罪。福克斯新闻以其右翼主持人而闻名，如塔克·卡尔森和肖恩·汉尼提。和解协议是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胜利被窃取后该频道被起诉之后达成的。默多克此前曾处理过争议，从电话窃听丑闻到世界新闻报的关闭。Dominion 和解是他自2011年世界新闻报关闭以来最大的财务和声誉打击。福克斯还面临来自 Smartmatic 和潜在投资者诉讼的27亿美元索赔，这意味着该公司的强硬派亲特朗普的日子可能会结束，因为和解协议使福克斯面临进一步的风险。虽然已经92岁了，但默多克不太可能为了保持新闻业的热度而回避法律风险。现场直播，最高法院面临堕胎药最后期限。英国独立报，预计美国最高法院将裁定对米非司酮的限制。米非司酮用于美国最常见的终止妊娠方法。德克萨斯州的一名法官在4月初暂停了对该药物的批准，声称该药物在没有适当考虑副作用的情况下获得批准。司法部和制造商 Dental Laboratories 呼吁最高法院取消对该药物的限制。法院原定于4月19日作出裁决，但延长了期限以提供更多时间。白宫聘请爱德华·李担任国宴客座厨师。多伦多星报，主厨爱德华·李 Edward Lee 受邀为本周的白宫国宴做饭，该晚宴将欢迎韩国总统尹锡悦 Yoon Suk-yeol。Lee 是一位韩裔美国厨师和餐馆老板，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韩国美食和美国美食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独特而美味的美丽混合体。李说，他与白宫行政总厨克里斯泰塔·科莫福德 Christita Comerford 及其团队合作创建了菜单，但不会透露商店里有什么。百老汇明星诺姆、刘易斯、莉亚·萨隆加和杰西卡·沃斯克将在晚餐后表演。每周一次的噩梦，美国大规模杀戮以创纪录的速度发生。多伦多星报，根据美联社和今日美国的数据库，美国在2023年正在经历创纪录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今年到目前为止，平均每 6.53 天发生一起。在111天内发生的17起大规模杀戮中，总共有88人丧生。这些数字是去年迄今为止报告的死亡人数的2倍多。枪支是今年迄今为止所有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使用的唯一武器。在民主党控制政府所有3个部门的鼓舞下，乔·拜登总统于2021年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枪支暴力法案，其中包括加强背景调查和防止家庭暴力罪犯购买枪支。然而，联邦枪支管制的重大政策变化仍然不太可能。在州一级，密歇根州和华盛顿州已采取措施加强枪支管制，尽管国家政策仍然不完整。它掌握在州和联邦层面的政治家手中，以加强枪支管制立法并减少死亡人数。工会表示，美国铁路应放弃回购，并在安全方面进行投资。加拿大环球邮报，美国铁路工会要求铁路公司使用用于回购股票的资金来提高安全性。代表超过10万名铁路工人的12个工会声称，美国主要铁路公司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在股票回购上花费了超过1650亿美元，而同期仅投资1190亿美元用于维护和升级设备。他们还指出，铁路公司削减了成本，并将员工人数减少了近1/3。美国铁路最近遭受了一些备受瞩目的脱轨事件，
导致对铁路安全的担忧日益增加。监管机构不同意，称事故率还没有恶化到足以表明该行业在过去6年中采用的新运营模式是不安全的。减少意外死亡和自杀。美国面部识别枪开始销售。南华早报，总部位于美国的武器公司 BioFireTech 部分未能展示其仅授权给经过验证的用户的个性化枪支。BioFireTech 的智能枪支采用指纹和面部识别技术，以减少枪支伤害，并被认为是许多美国枪支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前的2款商用智能枪遭到枪支和第2修正案倡导者的抵制，他们担心枪支管制组织会强制使用该技术，导致暂时停止销售。该公司声称，第一批消费品可以在今年第4季度之前交付给客户。北达科他州州长签署法律，将未成年人的跨性别照顾定为刑事犯罪。英国独立报，北达科他州已通过立法，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别确认护理，这意味着提供此类服务的卫生专业人员可能被指控犯有最高10年监禁和2万美元罚款的重罪。新规定使其与其他至少13个州保持一致，这些州禁止或限制未成年人获得青春期阻滞剂等性别确认治疗。批评者认为，共和党遏制跨性别未成年人的这种待遇的努力是试图触发他们的选民基础，而支持者则对儿童能否就医疗改变做出明智的决定表示怀疑。俄勒冈州州长在最高法院裁决前购买堕胎药。英国独立报，俄勒冈州州长蒂娜·科特克 Tina Kotek 已指示该州获得米非司酮的供应。米非司酮是美国最常用的堕胎药物，因为正在等待法院对其可用性的裁决。此举是在担心可能对药物施加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该州将与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合作，获得22500剂该药物。据了解，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州长也在采购米非司酮的供应。马萨诸塞州、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已经批量购买了这种药物。中国可能是一个经济恶霸，西方不应该是。彭博社，7国集团领导人将于5月在日本举行会议，讨论中国的经济霸凌问题。自2010年以来，中国封锁了从澳大利亚葡萄酒到台湾菠萝等一系列商品的贸易，抵制品牌，切断旅游业，并威胁国家、公司和行业协会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否认对中国的批评，扭转反华政策，并尊重北京在西藏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利益。欧盟计划通过一项反胁迫文书，如果任何成员国的经济成为中国的目标，欧盟有权征收贸易关税和其他惩罚措施。国会正在考虑授予美国总统类似的权利，而前北约秘书长安德斯·福格拉斯穆森 Anders Fogh Rasmussen 和其他人则呼吁制定经济第5条，承诺一致应对对民主同胞的胁迫。富裕国家可以专注于减轻胁迫性措施的影响，例如通过减少对中国关键商品的依赖，例如建立应急储备，而不是简单的采取报复措施。美国总统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可能下周访问日本。日本时报，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是2024年潜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将于下周率领一个商业代表团访问日本，并与首相岸田文雄会面。德桑蒂斯周一还将与外交部长 Yoshimasa Hayashi 举行会议。州长计划在日本逗留后访问韩国、以色列和英国。此行旨在加强经济关系，并展示佛罗里达州作为经济领导者的地位。日本是佛罗里达州在亚太地区的第2大双边商品贸易伙伴，也是美国第7大贸易伙伴。德桑蒂斯跌跌撞撞，反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担心2024年竞选。路透社，党内人士表示，唐纳德·特朗普是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最爱。据报道，这位前总统在与罗纳德·德桑蒂斯的早期提名竞选中获得动力。除了改善民意调查数字外，该党还团结在特朗普周围，因为他被纽约地区检察官起诉向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与此同时，德桑蒂斯关于美国支持乌克兰的信息好坏参半，以及他在一些国家和关键州民意调查中的表现不佳，让盟友和捐助者感到不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已经为共和党提名收集了66个支持，其中包括56名国会议员。
德桑蒂斯有4个。唐纳德、特朗普最新消息，关键盟友单，邦吉诺退出福克斯新闻。英国独立报，唐纳德特朗普的主要盟友之一丹邦吉诺 Dan Bongino 也是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为数不多的直言不讳的选举否认者之一，他宣布将离开该网络。邦吉诺以无法达成合同为由离开。在给法官的一封信中，特朗普的律师乔·塔科皮纳 Joe Tacopina 要求特朗普能够参加他即将在纽约对 E. Jean Carroll 进行的强奸审判，但也表示他不想给这座城市带来负担。被告特朗普希望出庭，但担心他在法院和纽约市出庭的后勤和经济负担。塔科皮纳在信中写道 E. Jean Carroll 指责特朗普在1990年代在曼哈顿一家百货公司强奸了他，特朗普否认了这些指控。自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与 Dominion Voting Systems 达成7.87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以来的几个小时内，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产出包括许多帖子，宣传他正在出售的一系列数字交易卡，对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的攻击，以及对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的奇怪投诉和所谓的 Twitter 审查制度。谢谢收看美国简报，这是我们团队总结分析出来的美国重要信息，来源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专家，让您在非常短的时间掌握美国动向。需要更多信息与进行讨论，请关注6度世界3w.6do.world。